距离上一次更新已经过去了2年，直到今天我再次出现在了这里。按照惯例，我应该说一声好久不见，但是直到今天，我还是没有足够的勇气说出这句话。坦白来说，2年的时间，很多事情都已经物是人非，许多人早已取消了订阅。那些阔别重逢的问候，在今天看来，无论如何都已经不太符合时宜。当然，也有些朋友一直等待到现在，在此我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深深的歉意。让我们忘掉过去，今夜只不过是从头再来。7场1进3次，开始。火焰改变了人类进化的命运。证据表明，人类祖先最早使用火的记录大约在170万年前，而要像我今天如此便捷的点火方式，还不到200年。毫无疑问，生火是人类所面临的第一项技术挑战。打火机的出现意义非凡，而这就是世界上真正意义上最早的打火机，且与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打火机工作原理也是截然不同。1823年，德国化学家德布莱纳发明了一种新的点火设备，他将活泼金属放置在酸性或是碱性溶液中，通过金属置换出氢气。当氢气遇到铂金时，与氧气发生反应，从而瞬间燃烧。没错，这种反应就是在室温环境下进行。而距离现代火柴的出现还要再等3年。那些说打火机比火柴更早发明的冷知识，这一点是没有错。本期的重点也不仅限于来讲这种打火机，而是为了了解铂金的一些技术应用，为下一期氢燃料电池教程做铺垫，以及对后续整活的无限灵感。话已至此，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这个装置的具体制作过程吧。虽说是复刻一些老物件，但是在思路上还是遵循当下的设计美学，没有延续既往的玻璃制容器，而是选用亚克力等高分子材料，兼顾轻便的同时既能满足抗跌落要求，最重要的是易于加工。配色方面还是频道主题那一抹醒目的蓝色，装饰件表面高反射特性，很容易让人误认为是塑料材质，实则是为了耐用性在表面上塑的阳极氧化铝板，强调三角线条所带来外形科技的神秘。设计理念更是源自于拉格朗日点的数学美感。鉴于这个装置接触的溶液有一定腐蚀性，金属零部件表面都无一例外上了保护涂层，以应对不可预料的情况。如果自己动手经历的朋友都非常清楚，定制零件非常贵，前期设计时尽量使用现有部件方案，所幸整体零件并不多。对于一些需要紧密结合的装配结构，在此我使用的是环氧树脂胶水固定。直接接触溶液用的是尼龙螺母螺杆，耐酸碱能力非常优异。一些需要拆卸后期维护的结构，在保证具有一定密封的情况下，我选择使用硅胶固化，形成密封垫。
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。德布莱纳当时用的是稀硫酸与锌块，我则用的是氢氧化钠与铝。使用什么方案并不是很重要，能弄出氢气就行。这个装置结构精妙之处在于，它是一个自适应的气体发生器，内部双管构造。当内管道的铝与氢氧化钠反应生成氢气，导致内管区域压力上升时，这种压力会将液体排挤到外层区域，而液位的下降会导致这种反应无法进行。所以你不用担心它的可控性。值得注意的一点是，第一次使用需要反复排气与反应，近期可能使容器内部氢气纯度达到标准，否则点火的一瞬间内部会发生爆能。这都是我个人的一点人生经验。这一切都很顺利。在结构方面的细节，我要讲的也就是这些。第二个问题也是关键，关于铂金催化的详细制备过程。氢气喷到铂金上面，想要瞬间燃烧起来，使用普通致密金属箔是无法实现。我们需要非常细微的铂单质才行，更高的比表面积构成的蓬松多孔结构，才是复刻这一现象的关键。难道说我们需要为此把铂金磨成粉末才行吗？这在我看来并不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，我反正使用的是铂的化合物，还原出细微的铂金颗粒。现在我手中拿的是氯铂酸，一般是波峰存储。这玩意有着极强的吸水性，一旦开封暴露在环境中，在几分钟内表面就会出现湿润的情况，所以整个动作尽量要快。将氯铂酸溶解在纯净水中，如果你打算做催化用途，1克氯铂酸使用100到200毫升纯净水来溶解都是可行，具体看实际使用场景。当配置好氯铂酸溶液之后，下一步是选择一个合适的支撑载体，要求是棉状结构且耐一定高温。我使用的是玻璃纤维，反正我是没试过石棉。通过滴管吸取氯铂酸溶液，将玻璃棉弄湿即可，而不是选择直接浸泡，是因为棉状结构会吸收大量液体，造成不可必要的浪费。前期我们可以将玻璃棉挤压密实，一方面是节约试剂，而另一方面是增加材料的力学性质，使其耐硬性大幅增加。在我的经验看来，想要铂催化氢气燃烧的实验，氯铂酸溶液完全可以再加更多水，眼睛能隐约看到一点淡黄色，像这种含铂量已经足够。将铂棉选择自然晾干或是烤箱烘干都可，切记不可急于求成，过高的烘烤温度会因为莱顿弗洛斯特效应导致液体的流窜，进而加剧材料铂颗粒的分布不均。如果想要提升氯铂酸溶液的浓度，或是使其重新变成结晶的固体状态来存储，通过自然蒸发或是加热去除水分即可。将氯铂酸还原成单质铂的方法很多，在这里我只推荐一种，那就是真实灼烧。火焰烧过的地方出现一层黑色物质，这就是还原出来的细微铂金颗粒。这些细微的金属颗粒由于蓬松的空隙结构，导致光线反射率很低，所以看上去是黑色。这种状态的铂也叫铂黑，而并非是燃气燃烧不充分所残留的黑炭。在这一观点上，我们可以燃烧未浸泡氯铂酸溶液的玻璃棉上得到佐证。现在铂棉已经制作完成，我们用氢气来测试一下。一切都在情理之中。尽管大量铂黑沉积在表层，其内部区域的催化能力仍是不能小觑。为什么铂在常温下就能使氢气与氧气发生反应？这是由于铂的电子轨道独特结构导致，这使它能够吸附多种气体，当然也包括氢气、氧气在内，并且能够将氢气、氧气分子解离成单个原子，进而促使这种反应在较低的温度下就能进行。整个催化机理不是简单几句就能讲清楚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查相关资料。
除氢气以外，铂金也能用于催化其他含氢有机化合物的氧化反应。由此你可以看到铂棉分别在装有酒精与煤油的锥形瓶中发光发热。但是这些都有一个前置条件，那就是需要用火焰加热铂棉，快速放入瓶中才行。我们往下一个章节继续推进。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煤油打火机，至少目前是。将铂棉填充到棉芯槽内，用火焰灼烧片刻。此时，铂棉催化煤油氧化反应，如同电热丝一样产生热量，隐约能看到暗红的微光，在红外光下效果更明显。请问这个行为意义何在？而这个就是摇身一变，把打火机变成了早年间的暖手宝，直到今天都还有人在使用的铂金怀炉。相比于之前的木炭或是现如今的电子方案，它能提供更加持久的续航和安全性。像这样的氧化反应仅需要很少的氧气就能进行。现在我将它模拟放入口袋环境，你会觉得它会熄灭吗？一切拭目以待吧。6分钟过去了，依旧坚挺，非常暖和。若是明火，它早就灭了。今次只是让大家了解有这么个东西，这本身就是煤油打火机的设计。如果要做怀炉，起码需要加挂安全罩，避免烫到手。最好加阀门，不用的时候可以关闭，避免燃油挥发。如今我们仍可以基于此特性开发一些便携式取暖设备，通过泵入外部空气混合能料流经铂棉，它就能产生热源，调节气体泵速度就能改变加热功率，使用热链模块为设备控制系统提供所需的电力。热量也不仅限于来自你所看到发光发热的铂棉，其实因玻璃管尾部流出的气体温度也是非常高。之前我们就了解到，铂棉在常温下就能催化氢气燃烧，而像酒精、煤油这种催化条件需要铂棉有一定的温度，氢气无论是获得还是存储都不太方便。那有没有一种物质既是液态，常温下又能被铂催化燃烧呢？答案是有，那就是甲醇。甲醇和乙醇都属于醇类，两者在外观及气味上有一定的相似性。在相对纯净的基材上面燃烧产生的火焰，肉眼很难察觉。加入硼酸的甲醇，燃烧火焰是绿色，因其燃烧主要产物是二氧化碳及水，较为环保，且具备可再生能源特性，所以也有部分汽车以甲醇为主要燃料。这次我们利用此方法来做打火机，选用一个小不锈钢储物罐，每个隔层都是独立分开，互不影响，将耐污棉填充其中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耐污棉的高度要与瓶口一样，像这种就是错误，因为想要燃起明火，在结构上有一定要求。将甲醇注入其中，大概就是罐体2/3的容量即可。2个隔间装燃料，1个隔间用于存储铂棉。好的，我来模拟一下实际使用情况。只需轻轻一吹就能燃起明火。铂棉不使用的时候，请存储在密封罐内，上潮会导致无法点火，我们只需要用火焰灼烧一下即可。
这种创意的打火机并不是我脑洞大开，很早就有公司在生产这种产品，名字叫铂催化打火机。Let's see that again. Just open this up, and it ignites. 在实用便捷性上不如煤油打火机，但是可玩性上仍值得去尝试。我推测中心的铂催化载体应该是烧结的多孔陶瓷，在强度上有较大优势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如何确定是不是真的铂金？方法非常简单，使用打火机或是火焰喷枪去加热，把该金属加热到红热状态，关闭火焰，然后打开气阀，但是不点火。当燃气遇到真铂金时，铂金就会一直维持这种红热的状态。我不是说这种方法就一定能确定是否真的铂金，因为铂系金属都有这样的催化特性，我们还需要从外观密度以及其他物理特性综合考量才能得出结论。想要更加靠谱，还是打一下光谱。当铂丝在装有酒精的锥形瓶中能持续维持发红状态，现在我将酒精替换成甲醇，铂丝依旧能维持发光状态，而这一次它发出的光较之前要明亮许多。难道仅此而已吗？正如你所见，铂丝点燃了甲醇，铂丝会间歇性点燃甲醇，每一次爆燃导致氧气消耗殆尽之后，就等空气扩散到瓶中达到条件，准备触发下一次点火，如此循环往复，周而复始。你说我们能否基于此原理来开发一款发动机呢？这个想法很好，但是很多年以前就有工程师将此构思落地。玩油动遥控车和油动航模的玩家对此一定不陌生。我这个应该是15级甲醇发动机，尽管今天许多遥控玩具使用的是电机方案，但是这种小甲醇发动机因其强劲的动力输出，仍是竞速爱好者的首选。那你可能会说，这跟汽油机有什么区别吗？这种甲醇发动机在运行时无需发电模块，也无需检测活塞位置进行点火，因此结构更加精简和小巧。这种发动机在缸体上也有一个类似汽油机的火花塞，准确来说，这种叫热火头，里面蜷缩着一根金属丝。它的专用点火器是由镍镉电池驱动，电压1.2伏。当热火头通电时，就会发光发热。据我们之前所了解到的一切，相信你已经猜到了，这根发热丝就是铂金。不信，不信那就来测试一下。用喷枪灼烧金属丝直至发红状态，然后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熄火，然后再迅速打开阀门喷出燃气到金属丝上，它就一直维持这种红热状态。如果是普通发热丝是没法维持这种发动机的持续运行，转几下发热丝就冷却下来。话已至此，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种发动机的启动过程吧。燃料就是甲醇，因为这种发动机设计精简，没有独立的润滑系统，所以还需要配置润滑油，一般是蓖麻油，比例大概是20:1，然后将两者充分混合。当然也可以加入色素改变燃料颜色，避免他人误用。甲醇和乙醇都属于有机溶剂，但是由于醇内有羟基存在，使其变成极性分子。这就是为什么不直接使用汽油机的润滑油，因为两者根本无法相溶。无论是甲醇还是乙醇，在观感上更接近水，而非油类。启动方式和油具一样的拉环结构，但是我还是决定利用手电钻启动更加便捷。果然是澎湃动力，但这并不是重点。本期的重点是了解铂金的应用技术。除此之外，铂在燃料电池的应用也是我接下来所要推荐的话题。鉴于本期篇幅限制，这一次只是简单了解一下这种东西。更为详细的制作教程，我会出一些新的专题来讲。布局方面使用的是平铺式结构，设计风格还是延续这几年流行的透明工业风。由于燃料电池需要错综复杂的气体流道，在思路上没法做到一体化零件，所以我使用亚克力板叠成一块块堆出内部流道，通过环氧树脂胶合成一体。
整个过程我认为最痛苦的步骤就是点胶以及胶合，整个过程需要屏住呼吸，保证手部稳定，一点轻微的颤抖就会导致物料报废。每胶合一层就需要夹具固定，耐心等其固化。确定每一道工艺合格之后，再进行下一步。前期准备了很多套物料，但是最终只剩下2套勉强合格，但是外观上还有诸多瑕疵，反正我是不想再死磕到底。整个装配流程就是这样：左边外壳没有使用一颗螺丝，而是卡扣式固定，氢气由独立的底座接入，右边拨片可将发电模组扣住固定，左侧凸起与燃料电池主体契合，从而导入气体。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 ，Type A 居然是公头，原因是我 PCB 设计时头脑发热印错了焊盘，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，下辈子小心一点就好。因此，我不得不临时做根转接线。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氢气，我还是按照原先氢氧化钠与铝反应出氢气。注意这种容器不要使用普通饮料瓶，氢氧化钠会致使瓶体出现裂痕，导致漏液。要么使用聚四氟乙烯或是高密度聚乙烯瓶。将铝块放入容器中，如果要追求更高的产气量，使用碎铝屑或是碎铝丝最佳。到我们静静等待功率爬升，达到 DC-DC 稳压芯片的工作条件。如果出现停电情况，我就往瓶中丢一点废旧铝块，这样就能够为我的电子设备提供电力。这就是氢燃料电池。就目前而言，这个装置功率很小，毕竟只是原理样机。本期我要讲的就是这些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再见。